虽然是一场匆忙中办的婚礼，但是在程家众人和霍不疑的黑甲卫的鼎力合作下，这场名震天下的霍将军在这座小城中的婚礼虽然不奢华，但是每一处都透露出了所有人对这场婚礼的上心。这不仅仅是一场霍家与程家的婚礼，城中很多商家和平民家庭都自觉地拉起了红绸，所以整个城镇都散发着满满的喜气。程家众人和霍不疑都是暂住，所以两家的别院离得很近，在自家都能清楚地听到对方家中的欢笑声。相比程家，霍不疑这边倒是安静许多，毕竟都是一众男人，而且还是军人，不像平常人般打闹，但是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喜气。倒是阿飞一直在旁边叫着，今日是少主公的大喜之日，大家不要再像平日里那般沉默寡言，一个个都给我闹腾起来。忙完外面的他又操心起里面了，毕竟大婚之日，霍将军自然也是要好好打扮下的。不过婚服是程家夫人一手包办的，倒也不用太操心。其实5年前定亲的时候，霍不疑也曾穿过红服，不过没有今日这般通身红色，原本一身肃杀之气，被这红色映的倒是一脸的温柔，再加上他嘴角止不住的笑意，今日可真是无人能比的俊俏少年郎。连跑进来的阿飞瞧见都傻了眼，这还是平日里的少主公吗？终是没有辜负他长的那一张脸。少主公还特地站起身问他好看吗，吓得他连连点头。好看是好看，但是这样的少主公也太吓人了吧。不过霍不疑听完他的评价，就走出门去准备迎亲了，那步伐比平日里赶路还快。一旁的程家也是如此，程家女眷一个个的都躲在程少商房中，都是给程少商的装扮提意见的。七七是什么贵重就往他头上戴，吓得萧元一忙从女儿头上往下薅，这是大母不在，又来了个万七七。最后来回折腾，终于惹恼了正主程少商，指明让堂子给他装扮，不然过了吉时他都不一定能弄好。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霍不疑来接了。程少商不紧张，也不是特别欣喜，他就是觉得这是一件早在5年前就该完成的事情，觉得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他还会玩笑地跟众人说，不知道这次是否能顺利成亲。结果一出口，立马被众人制止。这是大家都避讳的事情，毕竟他们家这位四娘子可是经历了3次定亲都没能顺利成婚的人。这次他们明智地直接跳过了定亲这一茬，直接成亲，早成他们也早安心。谁知道拖下去会出什么幺蛾子，所以他们成亲的提议一出，没有一人反对。程少商等人来接的空档，程史红着眼睛过来跟女儿说话，娘娘呀，成亲了不能跟之前那般没心没肺，5年都不曾见我们一面，以后要经常回家看看阿父。话还没说完，腰间就感觉痛意传来，是他家夫人。萧元一只是嫌弃他大喜之日尽说些无用的话，程氏今天没有如心腹的愿停下不说。你掐我干嘛？我们娘娘要出嫁了，我还不能说2句了。说完又重新对着袅袅边抹眼泪边诉衷肠。萧元一无语，关键是他也想说2句呀。等他说完，那天都快黑了。程少公在旁边劝父亲，父亲放心，袅袅这出嫁的时辰我可是精心算过了，袅袅嫁过去，那绝对是能把霍不疑收拾得妥妥的。众人都用不解的眼神看向他，算了半天原来是算这个呀。不过程氏听了倒是高兴地拍了拍柚子的肩膀，算得好，算得好，咱们也不能让那霍不疑管着我们袅袅。饶是程少商再平静的心态，都被这氛围弄得掉了几滴眼泪。他一边小心地擦拭自己的眼泪，一边笑着和众人说，我这嫁出去又不是不回来了，放心，我肯定经常带着霍不疑回家吃饭的。众人停顿半刻，那倒也是不必，毕竟当初霍不疑逼着他们操练，影响他们食欲的印象太深刻了。众人还在说话，就听到外面的仆人边喊边跑，霍将军来了。这一声打破了室内的温情，程颂、程少公等人瞬间爬起来，都准备去堵门呢，可不能让他们轻易取走自家袅袅。待程家人刚到门口，霍不疑就带着他的那些黑甲卫到了跟前。以往都是一脸严肃的黑甲卫，不知道是不是有了阿飞的培训，一个个脸上都带着笑意，只是这笑估计是有些勉强，看得程家人瘆得慌。之前霍不疑和程少商定亲之后，黑甲卫常常被霍不疑派到程府这边来行护卫之职，
每次程家人都是唯恐避之不及，就是莫名的恐慌。今日不同，霍不疑着一身红衣，被一群黑甲卫团团围住，但是也有不少华县的百姓围在外面。毕竟这桩婚事于他们而言，那是万年难遇呀。以往都是听闻霍将军如何的威武不凡，是朝廷的不败将军，所以最开始他们也是挺害怕他的。只不过近日程家四娘子带着霍将军在他们乡下四处窜，很多人都与这位将军有过短暂的接触，虽也是时场面无表情，但是一旦见过他在程少商面前的样子的人，都不觉得这位将军令人害怕了。毕竟都是凡夫俗子呀，而且一看就是惧内的。虽说他们这些人都是来看热闹的，但是都存着如果程家不放人的话，他们也是要上去帮上一帮的。双方这么一对上，场面竟然有了瞬间的安静，双方都不知该如何开口了。霍不疑之前有对不住程家的地方，如今都还没怎么抬得起头来。程家呢，霍不疑还是有之前的威慑力在的，毕竟人家位高权重。虽说如今是自家郎婿了，一时之间倒都不知道如何开头了。还是七七那个胆子大的率先开口：“霍不疑，你带这么多黑甲卫是要来抢亲的吗？”开玩笑，他们这一群人上了他们程家那是毫无还手之力。霍不疑原本也并非要带这么多人，毕竟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大婚之日感觉像是上战场似的。还是阿启说：“少主公，你不知道这迎亲就是要人多，不然人家拦在那儿，咱们不好进。”霍不疑想，程家人他自觉自己一个人是可以解决了。阿启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想什么，接着说：“少主公，这是迎亲，不是打架，不能下狠手。这种时候只能靠人多，咱们得先占主动权。”霍不疑思虑一会儿，点了点头，还顺势看了下一旁的阿飞。文帝说的果然不错，阿飞就是个没用的。阿飞将军便莫名看了一眼，疑惑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霍不疑先恭敬地对着程使行了一礼，程使一脸淡定地受了。其实他还会不着痕迹地看了下自己周围，一对比，庆幸自己来了，用自己老丈人的名头稍微压下霍不疑，不然就这些小辈，霍不疑恐怕都不用多说两句就进了吧。程使刚这样想着，就瞧见霍不疑不动声色地对梁秋飞和梁秋琪两位小将军，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这两位小将军就上前来，一人一边，就将他插到旁边了。然后霍不疑身后的黑甲卫就全部拥了上去，一片混杂。程使就听见琪琪喊着：“霍不疑，你这个匹夫太过分了！”等他再回头看，就看到黑色人群中的一抹红色的身影已经倏的一下进了他们家大门了。大势已去呀，这场门堵了个寂寞，霍不疑是不费吹灰之力呀。霍不疑直奔程少商闺房而去，而在内室中的他们听到动静，相视一看，这么快，程少商随即打发莲房出去看看。莲房刚打开房门就缩头回来了：“女公子，是霍将军，我们怎么办？”只见程少商脸上丝毫未见慌色，果然霍不疑到了门口，却迟迟未进来。只听到阿启喊：“少女君，我们少主公来接你了。”程家估计还想着他们家袅袅会不会要折腾下霍不疑这个数字，毕竟这5年袅袅受了不少苦。谁料门很快就从里面打开了，还是他们袅袅自己打开的。他站在门前与霍不疑两两相对，所有人都没有开口说话，只是霍不疑缓缓向程少商伸出手。程少商也没有犹豫，将他的手放到他的掌心。日头正好，暖暖的阳光在他们周围围绕。